我也不知道嘞。他的名字就是这样。哇，你这样脸突然变一下，我会害怕嘞。没有，因为他刚刚泼啊，因为我背朝海啊，我会害怕嘞。不要怕，我不会救你的。Hello， 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，今天来解后所在，今天来打，今天来触达。这是小饼来澎湖的第2天。姑婆屿它是一个无人岛，其实早期是有要做观光发展。还记得这个位置吗？之前 RJ 有在这里露营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RJ 那一集做荒岛求生，就是在姑婆屿。他在姑婆屿这个可以露营的一个荒废的小凉亭里面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搞露营。姑婆屿之前好像是投资失败，所以他这边所有的建设就荒废在那里，像游客服务中心啊、厕所啊、凉亭露营区啊，全部都荒废掉了，蛮可惜的啊。那如果说这边的设施更完全的话，可以让一家子在这边在荒岛体验一下荒岛的露营，然后还可以钓鱼。接下来状况怎样？看影片。哥哥啊，真正是来乌嘞！他已经建议大了，他需要很高的心。你在那边有一颗这么大颗，你没看到？干，这假的？躲啊！你们眼力也太好了。我就甩，哎，啊，你刚刚怎么没看到？然后我来这边甩的时候，哎，又看了一下，哎，怎么又一颗？干，目色伤好吧？它这个颜色跟岩石差很多啊。会吗？会啊。还是因为我带偏光性的关系？你那颗是 Stella 吗？阿里瓜，我好多朋友都闻到 Stella。一次封顶啊！也有很多朋友问我啊，说，如果我要暗抛，要玩到什么等级？我就说，以前辈讲法的话，都会叫你买 Stella。然后他们就问我为什么，我就说功能性、刹车值等等都比较好，但是有个很大的重点，如果你想要退坑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便宜收，这才是重点。然后每一个人就听完最后那一句话就干，没讲错啊。高阶装有高阶装的好处，有它的手感。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把钓鱼玩到那个程度的话，那的确直上会比较实在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，但是如果你退坑的话，大家可以便宜收。好听一点叫做比较保值啊，然后讲直接一点叫做为了以后不如。为了以后我们可以自己收，是不是？自从我讲出了这样子的理论之后，从来没有人跟我反驳过。认同，这是为了以后着想。今天来姑婆屿最可惜的地方就是我少带了这一些耕耘的饵，像是触扣签、曲柄钩、卵虫。那这3个如果我在这边玩的话，应该是会蛮舒服的。可是至少有一个钓友提醒我说，你刚刚站的地方，我就捡到2个钟螺，所以等于是小饼有一段时间跑去捡钟螺。澎湖赶海系列莫名其妙的就拍了一小段。噜噜噜噜噜，我今仔是来捡雷海哦，哈，不是来钓鱼哦。那边抛的时候刚好看到2颗。玩路亚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边走边捡。再来一颗，又来一颗。在流水不是很好的时候，然后在干草底的状态，赶快去捡了一些钟螺，对啊，然后晚上至少还可以加一点菜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花莲东堤的时候，阿修有教我说玩那个铁卷门钓法。花莲的铁卷门钓法其实就是一个转环牵，然后后面拉大概2旋，再接一只小卷，绑的钩子的号数不大，通常大概就是5号左右，依你的小卷的尺寸来调整你的钩子。可是因为小饼今天没有带来小卷，所以今天我就加了公脚，发现它意外的还不错用，至少还让我捡到了一只南瓜。这是你多带了一些装备，然后也可以借由这些装备去重新组合出一些新的玩法。不要说我今天来这里我就要玩铁板，然后我带了铁板就也只能玩铁板。那铁板有没有其他的组合方式，或者说你现有的饵有没有办法重新的组合，然后让你的钓鱼体验更好？讲好听一点叫做变通，然后讲不好听就是投资部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借由这样子的重新组合方式，可以让你的钓鱼体验更好。当你学会了一个基础之后，要稍微去活用一下。
靠背。过来一只斑斑。哦，有一只带妹妹。我很伤心啊。当铁板成绩比我还好。所以我说嘛，为什么要相信人家讲说什么拿路亚在这边就会波涛喽？我很伤心啊，这样有人成绩比我好。看到圣名啦，好不好？木蕊就对了。哦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又是什么鱼啊？这个就叫短鲃啊。大鲃啊！眼睛很大。澎湖的地形算是比较偏向沙礁混合的一个地形，它不像兰屿、绿岛那一边，就是通通都是礁石、砾石混合。澎湖这边的话，算是比较偏向是说它是礁跟沙混合，只要有礁石的地方，就会很容易钻礁。只要你的主要对象是晚根鱼，就是石斑这一类的鱼种，你就会很容易遇到钻礁的问题。像现在撞的这一只就是不停的钻礁，你如果收的稍微慢一点点，或者是说你稍微浪的多一点点的时候，你没有让它及时的离开下沉，它就很容易钻到礁里面。那钻到礁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要稍微等一下，稍微要有一点耐心去抓一下那个 timing， 不然常常会很容易硬要扯的时候，也许就不小心断线，会很容易 miss 这只鱼。那时候在装这一只的时候，它也大概钻了2-3次，所以当时旁边的钓友就还没想说，哎，是中鱼吗？还是挂底？哎，是中鱼吗？还是挂底？就这样一直在那边重复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晚根鱼它的前导线要耐磨一点，原因就是一很怕钻礁，二很怕磨礁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来这边玩根鱼，或者说去其他礁岩场玩根鱼的时候，都要特别注意有关于这些磨礁、钻礁的问题，尽量在中鱼的第一时间就把鱼拉离底层，你就会减少这种钻礁的几率，也会比较容易把这只鱼给请上来。澎湖是台湾最多离岛的一个县市，澎湖的这些离岛里面，如果有住人，岛的环境都还蛮好、蛮舒适的。没有人居住的这些荒岛就比较可惜一点，海漂垃圾非常的多。澎湖它毕竟还是在洋流带上面，不管是台湾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日本，不管是韩国还是哪里，这些垃圾就会随着海漂飘到了澎湖来。这些因为是没有居住的荒岛，所以相对它的垃圾就很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可惜的地方，满满的都是海漂垃圾。虽然我们钓客没有能力把这一些海漂垃圾全部都清走，有兴趣来这边做钓的话，麻烦把你自己的垃圾带走，然后可以的话带走更多的垃圾，也许我们的钓场会更美好。关心环境，从你我做起。
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拜拜。